不是说好要一起反制特朗普的吗？可是欧盟老大冯德莱恩突然间宣布要暂停对美国的反制关税。这事一出欧盟网友全部都炸锅了，说这事还没开打就给跪了丢人呐！但这让全世界都看清楚了，当美国的霸权大棒砸下来的时候，只有中国敢站直了腰板，正面硬杠到底。就在4月9号，欧盟还挺硬气说要对美国的钢铁、铝材还有什么大豆啦、鸡肉这些东西加收关税，总共涉及210亿欧元呢。结果不到24小时就怂了。他说这是为了给谈判一个机会，但德国的《明镜周刊》可不买账，他们说这根本就是给欧洲的尊严找个借口嘛，实际上就是彻底败了。这180度的大转弯让人都看傻眼了。为什么欧盟会这么快就变卦呢？说白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太多软肋，被这个美国拿捏了要害。首先，能源问题，欧盟40%的天然气都得靠美国供应，尤其是这个俄乌冲突后，他们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暴增了300%。想象一下如果是你家这个煤气罐要是被别人控制着，那你还敢硬杠吗？是吧？你硬杠的话，那你没有天然气你都没法做饭了，对不对？万一关了这个阀门，欧洲的这个老百姓大冬天就得冻着呀。其次，科技方面，这欧盟的芯片进口有60%都来自这个美国的企业，还有那个光刻机这玩意儿就是做芯片这个核心设备，其实关键的部件都需要这个美国授权。简单说吧，欧盟的科技命脉就被美国卡着脖子呢。他们要是真打起来，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就得瘫痪了，再有产业基础也得摇摇欲坠。拿德国来说，汽车业订单暴跌了30%，因为美国威胁要加关税。法国呢，葡萄酒对美国的出口直接就腰斩了40%。西班牙的国家报就说挺直白的美国一拿捏能源和科技的命门，欧盟的强硬宣言就跟这个纸老虎似的，吼两声没用。所以这场24小时反转看起来是欧盟自己退让，实际上就是他们被美国逼得没招了。咱们中国老百姓常说，软弱不是本事，是被打怕的结果。欧盟这回真的是让人心酸但是冯德莱恩也不是彻底躺平，他玩了点花招。第一，把已经定的关税继续执行，比如对美国的什么钢铁铝材和汽车加上25%的关税，这每年能让美国出口减少180亿欧元。这简单说就是欧盟说老子不是完全撤，你美国赚的钱得少赚点儿。第二，准备好组合拳，这如果谈判要是谈崩了，他们会分阶段加税，先80亿欧元，再180亿欧元，还可能针对深加工的农产品再下手。就像打游戏欧盟这个手里攥着几个技能准备随时放出来。这第三，非关税的核弹，这意思就是对美国科技公司如谷歌苹果征税，还有限制美国企业参与欧盟的招标项目。这招狠相当于在这个商业战场上设禁区。但话说回来这套策略听起来是蛮牛的，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极限施压给逼出来的。这特朗普政府太会玩了，他们是一边暂停部分关税假装挺友好的，一边又保留对欧盟汽车和科技的惩罚性关税，还高喊谈判，但开出的条件太狠了。欧盟得采购35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能源。法国经济学家说的对，这不是正常的贸易谈判，而是美国在搞经济殖民，要欧盟乖乖的当小弟。我举个生活例子吧，就是想象你和你的邻居吵架，你这个邻居手上有你们家的这个水管钥匙，你要是敢不让步我就给你断水断电。那你说你还敢硬杠吗？这欧盟现在就是这个状态，他们的钢丝绳战略表面上像是在反击，其实就是在跪着还手。难怪欧洲网友都吐槽这算什么反击跪着都打不赢。就在欧盟暂停的同一天，中国就宣布对美国加征的关税从34%提高到84%，直接覆盖所有的输华商品。为啥敢这么硬？中国凭什么敢硬杠？首先，全球60%的稀土在中国手里，新能源汽车专利比欧美加起来的还要多。
这就像你手里面有别人造不了的宝贝。还有我们的市场巨大呀，中国有14亿人消费升级，每年进口6万亿美元的这个商品。另外，中欧班列逆势增长22%啊，对欧盟农产品进口涨14%。这就像你一边跟别人打架，一边还能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举个例子，当美国卡德国芯片，比亚迪在匈牙利月供3万辆新能源汽车，法国葡萄酒对美卖不动，宁夏红酒却在东盟打开新市场，这不就是你打你的，我玩我的？欧盟这一跪啊，是跪出了个新世界。美国对欧洲贸易逆差飙升到了1860亿美元，国内通胀率超过7.2%。欧盟也启动战略自主计划，要在2030年前把关键产业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降到20%。中国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和金砖扩容，建立覆盖149个国家的非美供应链。最讽刺的是美国想用关税去敲打别人，结果把自己给砸了。美国国债被抛售，美元的地位下降，连沙特都开始用人民币结算石油了。现在美国还在炫耀关税，中国已经在用新能源、高铁、5G 改变世界了。冯德莱恩暂停关税，暂停的是欧洲的尊严，启动的是多极世界崛起的倒计时。从1840年被鸦片战争打开国门，到今天敢和霸权硬杠，中国用185年的奋斗证明，尊严不是跪出来的，是斗出来的。当欧洲网友自嘲今天跪美国，明天跪中国的时候，14亿中国人正在用行动告诉他们，我们既不跪霸权，也不要别人跪我们，我们要的是平视这个世界的资格。C919飞上天，福建舰下水，量子计算领先，可控核聚变突破，这些才是中国敢硬杠的底气。历史会证明，靠霸权勒索只会众叛亲离，靠实力崛起才能赢得尊重。就像外交部发言人说的，谈我们准备好茶桌，打我们亮出猎枪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关注哦，感谢，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